我看到是最奇怪的一个东西。有一次我去那个麦当劳，以前很爱吃麦当劳，然后我就是有在那边排队嘛，我前面的那个男生就是台湾人，他就是点大的东西，结果他就跟那个工作人员就是说，哎，你可不可以给我多了10包番茄酱？哇塞！喜欢吃这么多番茄酱有的干嘛？大薯的啊 ，OK 啊。后来我就发现这个男生就是把这个番茄酱全部放在那个他的汉堡旁边，后来又加汤 sugar， 还有加那个黑胡椒，一起弄，我就觉得很奇怪耶，我太奇怪了啦，超好吃，从来没看到这个东西。后来我就说，哎，好奇，想要试试看，吃了一口就不敢再吃，怎么会真的啦？这个味道，我觉得完全是改变了，改太远了，这不行吗？马丁酱不行吗？其实瑞典人都是这样子吃，但是我们没有加糖，我们是番茄酱跟黑胡椒，这合理啊，对，然后就是会但是其实我们瑞典的番茄酱也是比较甜。所以搞不好因为这样子，所以加了一点糖。没有，因为我觉得这个番茄酱它本来是咸的嘛，不是甜的。是啊，是没有甜的嘛？番茄酱是甜的。什么甜？30%都是蛋里面。你是冷到没有味觉。我是觉得加黑胡椒还是 OK， 但是加糖的话，加糖你觉得怪怪的。那你有试过冰淇淋沾双淇淋？不是那个薯条沾双淇淋吃吗？没有嘞，也是超好吃。还有之前台湾麦当劳有奶昔的时候，因为我们念书的时候没有什么钱，然后就买奶昔跟一个中薯，然后你就把中薯插在奶昔上面，然后过一下子之后，你再把那个薯条拿起来，上面是热的脆的，底下是冰的，也是脆的，超好吃。这是学生最流行的吃法。其实它有点像炸冰淇淋的概念。对，好吃。然后像这边我要介绍一个台湾的美食，真的是美食给大家，就是我有很多的。就是外国朋友都不敢吃皮蛋，请问一下，敢吃皮蛋举手好不好？都不敢吃。我不敢，但是不太喜欢。为什么？你们有吃过吗？有吃过，但是不是这样，不会想吃的东西啊，不会说我想吃come on， 永远不会说想要吃皮蛋，不会自己点啊，就是刚好没有其他地方就吃。没有其他东西，没有其他东西。如果2-3天都没有吃东西，大概可以吃。我不行，我连1个月都没有吃东西，我一样不会吃皮蛋。可是皮蛋很好吃，而且现在台湾的咸酥鸡摊一定要有炸皮蛋，对，然后它就要放大量的葱姜蒜在里面，然后加一点点辣，很好吃，照烧皮蛋的概念。但今天有为了通告，你们会吃吗？吃吧，很好吃，真的很好吃。我真的完全不敢吃，真假？为什么？因为这皮蛋有一个特别的味道。有炸过的真的是比较好吃。有炸过？因为我之前也是有吃过炸的皮蛋，然后就真的觉得不太像皮蛋，然后就是还蛮好吃的。你该不会不敢吃皮蛋吧？不会啊，很好啊。可是这真的在台湾是很流行的食物，而且他在那个我上次看新闻，他说美国他们有做过调查，说炸就是皮蛋啊，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皮蛋，皮蛋是人死前一定要吃的20种最奇怪的食物之一。对。但是我看到另外一个调查是不一样，他说皮蛋是全世界最恶心前3名的一道菜。前3名吗？之前有采访，对啊，很好吃啊。吃了以后口感怎么样？应该是说它的那个味道不像一般的皮蛋，它还会有那种炸的那个盐酥鸡的那种味道啊，我觉得会盖过。那皮蛋豆腐你们就不敢吃了，对不对？因为皮蛋豆腐的皮蛋就是整个是生的，很好吃好的，它里面那个打开那个口感就不错。千寻，你觉得嘞？皮蛋你敢吃吗？刚刚那个，我觉得皮蛋豆腐比较好吃，这个好吃的，对，因为听说皮蛋是对健康美容很好嘛，所以我不太敢吃，可是我努力的吃，有时候。还有一个我的外国朋友来，我们带他去排队，他蛮不懂的，就是脏包。但是脏包前一阵子是从韩国流行过来，那韩国是用巧克力味道的那种巧克力粉，所以吃下去整个嘴巴都要越脏越好。然后比谁脏之后，大家还要拍照上传，表示你买到了这个东西，吃到了，然后吃的嘴巴好脏。然后后来台湾改良有抹茶口味，有
草莓的口味，叫什么囧囧包、羞羞包，这个就是抹茶口味的，好大一个哦，它就是要这么大，然后你吃的时候就是这样。它在红的时候就是很贵，然后还要排队，还买不到，所以我老外的朋友就觉得。为什么要把自己搞得那么脏？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值得？有一阵排队都要吃，然后脏脏的这样上传那个照片，就是谁吃的越脏，然后就是越开心、很得意的就要拍照上传。但是这一整颗吃下去，我不知道要运动多久。超大，所以就是好像外国朋友也看不懂，说这个到底在流行什么？你看它多大，多大？你看多大个哦！大家之前脏脏包有吃过吗？有吃过，但是真的我真的看不懂。那我一次有吃过，是跟老婆一起，我老婆很喜欢，因为我也觉得还可以，因为我们法国有这样的，像巧克力croissant这样，所以有很像，因为特别他们有一些味道是巧克力的。其实它就是巧克力 croissant 上面撒那个可可粉，所以我觉得还 OK。然后在吃的时候就是不咸，然后也是脏脏的。有给小朋友吃的吗？太麻烦了，小朋友的脸，然后衣服什么都了就。爽了以后就不要卖。这个老婆小朋友想吃这样东西，我们可以帮他们吃法国的。可是小朋友吃脏脏包吃到整好可爱啊！哦耶，第一次很可爱，但是你要洗衣服，洗衣服你什么都要洗。对，那当下吃一口，好好拍照，然后收走啊。对啊，还要排队。你看贝丹妮多讨厌吃。哇，这个味道不行耶。绿茶抹茶不行。只是说台湾人真的很有创意，会加很多东西。哎，有一阵子那个西瓜的蛋糕有没有？哦，面包，西瓜面包。里面还有那个西瓜籽，那个也很可爱啊。对。然后还有什么？我在台湾看过最奇怪的食物就是这个。啊，这什么大雕？你怎么都喜欢吃这些？对呀，上次聊红灯区，今天要跟我们聊大雕烧。因为我有一次，我有一个韩国朋友来台湾玩，然后我带他去逛那个夜市，然后我朋友突然看到有一个什么男性那个。什么男性的那个男生的那个，对，没有那个男生生殖器官的图案的那个食物是，然后我看到那个以后就觉得有一点丢脸，然后那个，但是所以我本来那个想要赶快来看那个位置，后来整摊把它买下来，没有，然后我那个朋友不是我，那个朋友想要买那个东西，然后直接过去买那个，然后我跟他说你不要在我的旁边吃东西，你去那边吃那个东西好了，这样，然后但是那个朋友一直过来找我，然后他在我的旁边吃，然后他问我要不要吃，然后我不要吃，但是他一直抢我吃东西。哦，你会敏感是吧？没有，不是敏感，因为在那个夜市里面很多人嘛，然后在路上吃那个东西有一点丢脸。我带那个几个日本朋友去宜兰玩的时候，有看到花生冰淇淋，然后我们进去，是夜市里面的吗？是。不是夜市，就是哇，对，就是冰淇淋卷啊，对啊，那个花生糖那个卷，对不对？对，那才冰淇淋。然后那上面那个是什么？香菜哦，它是花生粉。那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很奇怪，就是伊兰拉面。怎么了？伊兰拉面这应该对好吃，但是应该是这样子说，因为就是前一阵子他们不是就是来台湾开店嘛，然后那时候就是开了很大间的，然后24小时，然后。我听说那个他们还没有开幕之前，很多朋友一直都是在说哦，永远来啊，伊兰拉面，因为那家在台湾的知名度真的很高，好高。对，然后后来就是他们来了，然后就是应该是说连第一年每一天都是就是爆满，你就是要排队2个小时之类的嘛。然后就是朋友就是在那时候他就是问我说，哎，要不要去吃啊？然后但是他约我的是半夜。然后因为他说啊，半夜大概5、6点啊，早上5、6点，然后那边吃啊就比较没有什么人啊。我就说这是什么鬼东西？谁要这什么早上5、6点去吃个拉面呢？但是我就然后我后来是到底有那么好吃吗？这伊兰拉面是什么？我蛮喜欢的。对啊，没有，可是因为那时候我不知道。然后因为我的朋友也会说，哎，你不是之前住过日本吗？你住日本2年，你怎么会不知道伊兰拉面？我说。真的不知道啊，因为真的在那边没有那么红啊。然后我还问了我一些日本朋友，他们说就是有几个是有听过啊，但是不是很红，他们说的。然后我就一直这样说，那试试看嘛。然后是真的好吃，可是我觉得没有好吃到你需要
1年有每一天24小时都排成那样子，真的是台湾人的一种夸张。就是说它真的好吃，真的但是好吃。我只要看到他有排队，我就想说下次再来。对我好多朋友都是约早上8、9点要去排队，我说早上8、9点谁要吃拉面？但是早餐吃拉面真的很重咸呢。那你有去排吗？那时候他刚来的时候没有，可是我是后来才去吃的。没人呢。没有，我觉得它很棒的是说，就是因为它是一间一间的嘛，吃起来很清幽。就你不用跟老婆聊天嘛？不是，可以专心的品尝它的拉面，美味しい，就不用听老婆废话。没有，他坐隔壁，然后你还要求隔音嘛？什么隔音？反正大家爱吃就会愿意花这个钱跟时间去啦。而且我后来是都买回来自己煮了。对，没错。哦，也有。它有一个是泡面，有一个是一盒的面，面条拉面对。然后我本来都买那个面条，那一开始想说就懒啊，反正大家加在一起煮是能多难吃啊！我就把水煮滚的面丢下去，把它酱汁倒下去，跟你一锅煮汤跟一锅煮面完全不一样。一锅煮汤跟一锅煮面煮出来跟店里真的一模一样。可是如果你把它混在一起的话，不要。但这样就要多洗一个锅子，很麻烦。啊，你别急啊！你可以去排队排2个小时，你有2个锅子不行，真的。我们两个干嘛那么激动啊？你们两个压力有多大？心里。马丁最近到底怎么了？压力好大。他可能脚自从被海胆扎到之后就变海胆，中了海胆毒，变海胆人了，都是刺。Hello， 大家好，喜欢我们的节目吗？按下铃铛订阅我们的2分之1强 YouTube 频道，最新影片随你看，精彩内容不漏接。